这里是火力军的信息频道，今天为大家整理一下近期全球最新军事和武器。在前段时间，有关新闻报道出美国海军将配备一款新型武器，网友纷纷称它非常科幻，其性能究竟如何呢？此外，在今年的4月8日，有媒体报道美国一项秘密计划，该计划与核武器有重大关联，究竟如何？本期视频就将为大家揭晓。下面先看一下美国海军未来武器。这款武器被称为 V247 无人反潜侦察机，它的外形非常的科幻，具备双旋翼设计和无人控制技术，而它的作战类型就如它的名字一样，既具备战场侦察能力，也具备一定的作战性能。不过这款武器系统并不会大量装备在军队中，主要是因为它的成本太高。美国原计划是组建一个无人旋翼机群来提高战场作战效率，但结合实际情况，只能小部分进行装备。至于在作战性能上， V247 无人反潜侦察机可以进行预警、电子战、战场指挥、控制等任务，并且也可以根据海军作战需要，为海军进行情报收集、监视、目标侦察等任务。在外形上， V247 无人反潜侦察机的翼展为20米，轻转旋翼的直径为 9.1 米。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个与 V280 飞机一样的微型尾翼和一个与机身顶部配合的长翼片，以及可伸缩的3轮起落架等。至于这款海军未来武器的性能，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V247 无人反潜侦察机全重7300公斤，在燃油储备上可以携带6000公斤的燃油。在动力系统上， V247 无人反潜侦察机使用的有2台劳斯莱斯 AE1107C 引擎，这种引擎和贝尔公司生产的 V22 鱼鹰是相同的。除了这2台引擎外，据称贝尔公司还可能为 V247 机身内安装一个发动机，用来提升 V247 的性能。至于 V247 无人反潜侦察机的性能参数，据官方资料显示， V247 无人潜反侦察机的最高速度达到每小时460公里，最高升限可以达到7600米，其作战半径能达到450海里。而 V247 无人反潜侦察机作为一款真打一体的战机，在侦搜设备和武器搭载上自然不会落下。但是在侦搜设备上，目前官方并未透露具体搭载什么设备。但是在武器搭载上，据官方消息称， V247 配备的有模块化有效载荷系统，这种系统具备开放式架构，可以根据任务需要搭载不同的武器系统，例如 MK50 鱼雷、地狱火导弹、JAGM 导弹等。这可让 V247 即使面对突发状况有应对之策，例如挂载地狱火导弹，它就可以为路面部队进行火力支援。装备 MK50 鱼雷可让它对水下潜艇产生威胁，毕竟在性能上这款鱼雷就是相当不俗，它可以自行识别跟踪目标，并能精准地区分潜艇薄弱处，对其发起进攻，让 V247 在应对敌方军舰时也有一战之力。在武器搭载上，最高可以承载907公斤内部任务载荷，以及4082公斤吊索载荷。这款战机在性能上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此外，该飞机还可以携带光电和瞄准系统、光探测和测距模块，以及声纳浮标和360度水面雷达模块等设备，让 V247 无人反潜侦察机在作战时更加的方便快捷。但是这款战机要想服役，还要等一段时间。目前贝尔公司也只是透露出这款战机，过多详细信息并未公开，只能等到该机服役后才能知晓。不过单从外形上来看，这款 V247 无人反潜侦察机就具备未来科技。好了，关于美国海军未来武器就讲到这里，下面再看看美国核武器的最新计划。在今年的4月8日，有关消息曝光出美国新型核武器的进展。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美军的下一代陆基洲际弹道导弹陆基战略威慑计划已经正式命名，该洲际弹道导弹被称为 LGM-35A 哨兵弹道导弹。关于这个计划，其项目最早被官方称为 GBSD。据称，这款导弹会在未来替代美国现役的民兵3弹道导弹。在外形尺寸上，据消息称将会民兵相仿，但它的性能则是不同。它要比民兵3弹道导弹拥有更加强的投送能力与突防能力，并且美军还称哨兵洲际导弹会采用模块化架构，使用这种方式拥有很多优点，其就是在未来升级改造时更加的方便，在以后的维护和保养方面也是便利。
但是关于新一代的导弹具体信息，诺格公司和美国空军都没有透露太多该型导弹的细节与指标，只是诺格公司对外公布的这种导弹将会搭载的推进剂和搭载核弹性能，而美军则是称这种导弹将会在2029年开始服役，预计在2029年之后1比1取代民兵3弹道导弹。据目前的信息来看，美国的民兵3导弹数量大致超过400枚，也就是说，未来这款 LGM-35A 哨兵弹道导弹的数量也将会超过400枚。这种数量已经是不少了，虽然只是占取美国核武器的小部分，但这种新型导弹的性能却是非常强的，其战力和威慑力不得不让各国重视起来。而对于这个 LGM-3A 哨兵弹道导弹计划，美国也毫不吝啬。据消息称，LGM-35A 哨兵弹道导弹计划将会耗资1000亿美元，并且还将会对美军现有的导弹发射井、指挥控制中心以及其他地面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这也将会是一个不小的工程。好了，关于美国升级核弹计划就讲到这里，下面再看看有关乌克兰的最新资讯。在今年的4月8日，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已经向乌克兰交付了超过12000套反装甲系统和数百架自杀式无人机，其中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物资中还包含了超过1400个毒刺防空系统，以及5000个以上的标枪反装甲系统，以及5000万发以上的弹药。在多次支援乌克兰中，美国除了援助具备杀伤性武器外，还提供45000套防弹衣和头盔。这些装备在俄乌战争中发挥出了不小的战力。就例如美国援助的标枪反装甲系统，该武器在俄乌战争中被称为坦克开罐神器。在提供的武器装备中，最为特别的就是自杀式无人机。据资料显示，这批自杀式无人机被称弹簧刀无人机，这种无人机在发射后可以在空中进行巡游，并在空中锁定目标，在经过控制人员的确认后，该武器能够以大约每小时213千米的俯冲速度奔向目标，并对目标造成破坏。在无人机的头部设计的有多用途反装甲弹头，这种弹头就是针对坦克和装甲车而研制的，其威力非常强悍。其实在俄乌开战后，除了美国向其援助武器，为其周边国家也对其进行大量的军备援助。例如波兰就援助了乌克兰大量自研的闪电便携式防空导弹，再加上乌克兰自己的军事装备，这让乌克兰的单兵力量显得非常恐怖。好了，本期视频就讲到这里，大家觉得美国海军 V247 无人反潜侦察机还会具备什么性能呢？它的侦搜设备将会使用现有的仪器，还是研发新型侦搜设备？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视频再见。